的，非常感谢我们阿志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那先跟我们台下的各位简单的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正。然后我今天出的角色是天马斯。万岁！好的，我们台下的各位也是非常的宠阿正啊，也是给到了足够热情的回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到我们的评委老师进行点评。又是见到阿正上台的一次啊，真的每次看到你都很高兴，因为每次你选的曲目都是很活泼，就是虽然说难度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确实需要耗费非常多的体力。然后每次阿正老师的元气都能给我们每次都有新的惊喜。那么今天最优秀的地方当然还是你的表情部分非常的好，但问题也要指出，就是我们昨天其实说过了，舞台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下次的话可以再增强一下。但是你的表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都是很优秀的。好的，谢谢。好的，下次加油。好的，谢谢我们评委老师的鼓励，也非常感谢我们阿正选手可以下台休息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这位选手是猫猫选手，也请我们的鱼头和鸽子做好准备。唱歌吗？唱歌是个儿歌。我可以。唱歌你们点吗？你们点。来吧。好。来，把麦给。已经买了谷子了，已经开始吃谷子了。没有，我搞特色。才去的。我已经唱完了。我已经唱完了。有爆胎了吗？有没有爆胎？爆胎了。玩具丢在旁边，电视里没有新鲜，球鞋跑不过世界，我要更大的世界，装满不同的探险。当然你没在身边，每秒每天，我和你飞到满满的天边，我和你走向满满的花园，我和你留下暖暖的光线。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我和你走向满满的天边，我和你走向满满的花园，我和你走向暖暖的光线，把地球照亮。再靠近一点。非常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支双人的合唱曲目。那先跟我们台下的各位简单的打个招呼吧。我虽然叫猫猫。Hello， 大家好，我叫璎珞。哇，可以看到我们台下也是给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欢呼声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到我们的评委老师。嗨，猫猫还有璎珞啊！我们唱的是一首儿歌，但是我很好的一点就是很可爱，真的很可爱，真的很萌。但是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些缺点，比如说我们的音准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气息啊，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唱的时候呢没有合唱到一起，导致是两个声音的一个分层啊。我们以后呢也可以改一改这个习惯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就是我们两位的唱腔练到同一个准度，然后我也希望我下次还能再看到你们，好吗？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也辛苦两位选手可以下台休息一下。那在下一组选手上台之前呢，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楚楚子与赫赫子老师已经抵达我们的现场，他们也将在1点半左右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主舞台之上，与大家进行近距离的游戏互动。那喜欢他们的各位可以准时的蹲守在我们主舞台前方处，等待与他们上台的机会。那么下面有请鱼头和鸽子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也请苏大仙做好准备。我都说那个在搞义务。好的。
都说了那个在搞义务，啊，一起舞台。哦，一起舞台。跑得快了，有没有可能爆太郎也是我喊的人？是唱歌的吗？咚咚咚不啦哒，唱歌的，唱歌的。全是这个。最近很火。哎呀妈！糟糕了，我简直就是疯。最近在我们这边很火，但是我之前没看。要不然我先上来呢。好熟悉的。这个他今天看第3个了。再放松。爆太郎我可以跳进太郎吗？他们人都多的都有。多的都有。没事。7个人。我一球传开，太郎给我。我一球把安哥传开。安哥都不在，安哥来不及，没有安哥。谢我们2位选手精彩的表现啊，那也是带来了一个我们今天在场上还没有听过的是韩语对吗？那也是异形舞台这一部作品是不是？那如果在稍后有比较喜欢这一部作品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等2位下台之后与他们进行集邮互动哦。那么2位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的声音是鱼头。大家好，我的声音是鸽子。好像巨晒。好的，欢迎2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到我们的评委老师。嗨，宝贝们啊，我们的歌是选的是义舞对吗？唱得很好的，包括我们的一个双人互动啊，我觉得都互动特别好。舞台就是唱歌能有这种互动，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
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大白嗓了，有一点白嗓，然后可能还有一点我现在看不清就是弹幕了，我的手机咱们发烫了。气息呢也有一点不稳，但是很棒了，真的很棒了，很喜欢就是看着你们在舞台上能有互动那种，真的很棒。看不见弹幕。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评委老师的点评，那也感谢我们2位选手的呈现，可以下台先休息一下啦。好的，那么我们还没有签到的各位参赛选手啊，可以尽快前往我们的评委席处进行签到。哎，没错，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环节？有人知道吗？好的，没错。那么，亲爱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到第7次元动漫嘉年华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樊君毅。那么又要迎来的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嘉宾互动环节，那相信现场的各位啊也是已经等不及了。接下来主舞台要迎来的这2位老师呢，相信各位也是非常的熟悉了，他们以甜的冒泡的 CP 向视频啊，吸引了数十万粉丝的喜爱。那么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楚楚子与赫赫子2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非常可爱的2个人啊！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为2位老师递一下话筒。那2位老师也是先跟我们现场的各位简单的打个招呼吧。我想放大，放不大。大家好，我是楚楚子，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好，我是赫赫子，祝大家新年快乐。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楚克2位老师啊。那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选择的这一对角色吗？我们今天出的是白月初和涂山苏苏的这个婚服，因为这件是那个13鱼的正版联名，所以大家应该就是没有在动画里见过，因为我们觉得这套真的特别漂亮，很适合新年，所以今年就穿过来见大家了。哇！我最喜欢的小情侣啊，在台上穿了婚服，有一种哇，大家在现场结婚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甜蜜。那既然我们现场肯定是有非常多的 CP 粉的嘛，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2位老师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的对方呢？那当时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们俩也是通过漫展来认识的，因为当时是楚哥在下面当嘉宾，然后我在台上进行一个比赛，然后他就看到了，因为我当时是在舞台上唱了一首日语歌曲，然后就认识了。原来如此，原来我们的漫展啊，也算是我们许多的小伙伴们认识的一个发源地啊。无论是 CP 也好，还有我们亲友也好，都可能是相识于漫展啊，从不认识到认识到熟悉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要用一种动物去形容对方的话，2位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我会选择大白鹅，因为很可爱，走路一摇一摆的，我觉得和它特别像，然后脖子也很长。好的，好可爱的一个形容啊。那我的话，对楚哥的一个印象呢，小动物呢应该是海豹吧，因为他喜欢晒卡。哦，原来如此，所以其实我们的楚哥在我们的游戏当中是非常欧气的，是吗？是的，特别的欧气。哇，那也是很羡慕了，我也想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欧气啊。那我们2位的作品啊，大家在现场就是肯定有非常多的粉丝，也非常的关注。那2位的作品也是每次都能甜到我们粉丝的心头当中。那在这么多的角色阐述当中，有没有哪一对是让你觉得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呢？如果说按近期来讲的话，应该是花城和谢莲吧，因为这2个算是我童年的一对白月光 CP， 就是很想去还原它，但是因为我们俩长得太 Q 了，就是会有一些硬伤在。确实啊，我们这个花城和谢莲其实是城南的一种角色形象，但是2位呢，其实更多的是以比较可爱一点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粉丝面前。但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尽自己的所能，呈现自己所喜欢的角色，无论最后的效果如何，适不适合，都已经是一种非常棒的表现了。那也是非常期待我们老师以后会有更加有意思的这种小挑战啊，为我们带来。好的。
好的，那我们除了这个花城和谢莲这样子有挑战性的角色啊，两位在出角色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你们觉得非常印象深刻，或者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能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呢？最近的一次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是我们俩的水下拍摄，因为我们俩本身都是北方人，然后不会游泳嘛。但是为了把那个水下的行云流水拍好，就是临时学习了大概半小时40分钟，就逼着自己沉入水底这样子，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抓着彼此去那个水里面会更有安全感一点吧。原来如此，原来对方啊，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咱们虽然不太会游泳，但是因为对方在自己的身边啊，也是一下子感觉自己好像就立马学会了，也是有了这个非常大的安全感啊，也是真的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水下确实非常的有难度。那两位老师也是非常万幸，很平安健康的完成了这一次的拍摄。那如果说我们有其他的粉丝朋友想要尝试水下拍摄呢，也一定要优先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旁边也是一直有救生员在的，要保证自己身体就是很健康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一个创作。对，是水温也很重要。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贺克子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一定要优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一定要在我们有安全员的情况下再进行这样子的挑战拍摄。那我想请问，两位拍摄最多的 CP 是不是就是重云和行秋了呢？是的，是拍摄最多的角色，拍了3年。是的，是的，因为我也是因为这一对角色所关注到的两位老师啊，所喜欢上的两位老师。那在这里也是想问一下，在产出相同的角色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呢？那如果有的话，是怎么样去克服的呢？肯定会有的。然后因为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就会去努力帮他们想还有什么能拍的。我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观众的角色，然后想大家会比较想看什么，然后我也会去见解一下一些同人画师、二创画师，然后我们是互相见解的，他们也觉得我们想的点子很有意思。是的，所以也有很多画师就画了我们俩的一个作品，然后进行一个互相的鼓励这样子。原来如此啊，那确实能够把自己啊带入到我们一个观看者的情况下，可能更加能够更好的感受到，我们粉丝们可能想看什么，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这一对 CP 会怎么样做，从而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棒。那我们的粉丝们啊，也是每次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刷两位长得越来越像了，非常有夫妻相啊。我也是有看到两位有一个同一个角色金妮琪的作品啊，那一个作品我也是有仔细的观看。其实我乍一看真的没有发现两位，哪一位是出子，哪一位是赫赫子，我也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啊。那两位对这个大家长得越来越像的这种评价，觉得认可吗？我自己是挺认可的，因为我很开心。你很开心，你是觉得我？好的，明白。那我们就是如果说在出相同的角色，或者说是比较相似类型的角色，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照镜子的错觉呢？其实也不会有了，因为其实眼里出西施嘛，就是每个人感受到的都不一样。其实明白，哇，又一次磕到了。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替各位粉丝朋友们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在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跟大家先透露一点的呢？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去看，你不认识我们是想把一些童年很喜欢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我们以前拍过正片，但是没有进行一个视频产出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会去进行一些重新的创作。非要说是日本人。好的，明白。那各位喜欢他们俩的有福了，我们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楚楚子老师与赫赫子老师两位，之后更多的产出，为我们带来更多高质量的作品。那虽然啊，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赫赫也是打了这个新年的小小的招呼，那两位可不可以再一次一起给我们现场的各位送上一段新年的祝福呢？那我先开头好吗？祝岁年的小伙伴顺风顺水顺财神，新年吉祥，新年快乐！祝
祝大家天天开心，早日找到自己的灵魂契合的好 CP。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祝福啊！那也相信两位是已经找到了咱们这个灵魂契合的好 CP， 也祝愿我们现场的小伙伴们能够像两位老师一样找到这么合自己心意，能够让自己眼中出西施的这一位哦。那么也相信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两位的这个心意了。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所期待已久的粉丝福利环节了。在这里，我们也将抽取到几位幸运粉丝来到舞台上，与我们的楚楚子和赫赫子进行近距离的游戏互动交流。那我们这轮的游戏啊，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叫做你来我往。因为两位是双人组嘛，那不好意思，我要做一下恶人，我要把两位分成2个战队。两位分别的带领一支战队，一支战队具体有多少人呢？我们可以看老师自己的心情。我们是面对面，我们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说我们的赫赫子说出3个字的水果，比如说我们选取了2个那个